你现在是不是还在听你的房仲跟你说，台湾房市只涨不跌，现在不买以后更贵？台湾地狭人稠，房价永远是向上的。你是不是每天晚上打开手机，看着实价登录上那一排排漂亮的数字，看着你去年刚买的房子，账面价值又涨了几百万，然后躺在床上沾沾自喜，觉得自己身价非凡，觉得自己是房产界巴菲特？醒醒吧，把那该死的幻想收起来，请你现在立刻走出门，去看看现在的成交量，去看看想靠预售屋获利的投资客是怎么求爷爷告奶奶的，去看看那些原本热闹的预售屋群组里，现在气氛有多诡异。各位，我必须非常残忍，甚至是非常无情地告诉你一个真相，台湾房市的派对已经结束了，灯光全灭，音乐停止，大门深锁。这几个月发生了什么事？央行总裁杨金龙祭出了史无前例的第7波信用管制，紧接着各大银行内部悄悄启动了限贷令。很多人以为政府只是在做做样子，只是为了让年轻人买得起房，或者是为了稍微打压一下房价，让民怨不要那么深。现在政府跟银行联手，把市场上的水龙头直接关掉了，甚至把水管都切断了。过去几年房价为什么会涨？是因为有源源不绝的钱灌进来，现在钱没了。当市场上没有钱，你的房子估值再高，那都只是纸上富贵，是电脑荧幕上的一串话术而已。试想一下，一旦你需要钱，一旦你家里发生变故，或者是你的宽限期到了，你想卖房子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根本没有人贷得到款来接你的盘。买家想买，但贷款成数变低，利率提高，你想卖，但你找不到有现金的买家。这时候你手上那间市值2000万的房子就不是资产，而是把你拖进深渊的，每个月要吸钱你现金流的巨大负债。大家好，我是麦门。今天这部影片，我要撕开台湾房市稳赚不赔的假象，我要用最赤裸的逻辑告诉你台湾房产的真相。特别是影片的后半段，我会点名3种人，这3种人在即将到来的2026年绝对是受到最大冲击的，请你一定要看到最后，确认一下你自己或是你的家人是不是就在这份名单上。房地产的流动性陷阱。很多人会反驳我，甚至拿着最新的新闻来打脸我。你别危言耸听，你看金管会最新的统计，银行法72到2条的不动产放款比率已经下降了，这代表银行很有钱啊，还有很多额度可以借啊，房市怎么会跌？我们不谈感情，只谈数学，而且要谈数学背后的逻辑。各位，别被表面的数据骗了，银行说有额度，那是总额度，但重点是，这笔钱轮得到你借吗？现在银行的策略非常狡猾，这叫做软性限贷。以前你买2000万的房子，银行建价也估2000万，借你80%。现在呢，你买2000万，银行建价只估1800万，甚至1700万。为什么？因为银行风控部门认定现在是房价高点，他们怕你违约，所以刻意压低估值。这中间产生的几百万价差，你要自己用现金补，这就是典型的流动性紧缩。以前水位满了，银行是想借但不能借，现在水位降了，银行是能借但不想借。为什么不想借？因为银行比你更聪明，他们看到了房市未来的风险，他们把资金留着，借给大企业，借给信贷评分800分的顶级客户。至于一般的小资族、投资客，抱歉，请你去排队，排到天荒地老。这就造成了一个极度恐怖的现象，流动性陷阱。我常跟读者说，有量才有价，在股票市场如此，在房市更是如此。资产价格的支撑，靠的不是信念，也不是台积电，而是靠流动性。在金融市场里，没有流动性的资产，价值就是0。你想象一下，你手上有一张台积电股票，现在股价1000块，
但是证交所突然规定你这张股票只能看不能卖，或者规定现在没有人可以汇钱进来买股票，请问这张股票对你有意义吗？它能换成生活所需吗？它能缴孩子的学费吗？不行，它就是一张废纸。现在的台湾房市正处于一个量缩价稳的假象期，这是暴风雨前的宁静。在一个社区里，只要有100个住户，平时大家都不卖，房价就很稳。但是只要有一个人因为失业了，因为缴不出房贷了，因为宽限期到了，他被迫要卖房救命，他挂2000万卖不掉，他会怎么做？如果你是我的长期读者，你会知道这时候要市价成交，果断停损，但他不是，他会犹豫，会慢慢降价，最后他为了拿到现金，可能1500万就成交了。这一笔1500万的成交记录一出来，就是我们技术分析说的破底，整个社区的房价定锚，瞬间就从2000万崩塌到1500万，这就是断头潮。这不是预言，这是非常有可能发生的。就在我们说话的这一刻，台湾的房仲后台已经开始出现了这种急着要降价换现金的物件。银行水位的下降只是一个幌子，真正的杀招是银行内部的风险意识觉醒，他们正在收伞，准备迎接暴风雨，而你却还在雨中跳舞。消失的库存。为什么我标题要特别点出2026年？为什么不是2025，不是2028？这不是我随便瞎掰的数字，这是经过精密计算的数学题，是一个死亡交叉点。我们来算一下时间轴，新青安政策是什么时候开始发酵的？2023年下半年，绝大多数用新青安买房的人都用了5年的宽限期，这意味着在2023到2028年这段期间，他们每个月只要缴几千块的利息，过得跟租房子一样爽，甚至比租房子还便宜。这让他们产生了一种幻觉，觉得自己负担得起千万豪宅。照理说，炸弹应该在2028年宽限期结束时才会爆炸，对吧？错，大错特错。因为房市撑不到2028年，你们忽略了另一个更恐怖、更迫在眉睫的变数——海量预售屋交屋潮。大家回想一下，2023年到2024年初，全台湾的预售屋市场是不是疯了？排队抢房、秒杀案、封盘不卖，那些在2023年、2024年疯狂抢购的预售屋，通常工期是3年左右。也就是说，这些房子将会在2026年到2027年陆续完工，进入交屋阶段。我们来看2个数据的碰撞。第一，新青安宽限期的压力测试。2023年下半年上车的人，虽然宽限期有5年，但很多人的财务状况根本撑不到5年。只要经济稍微反转，或者失业率稍微上升，这群假富豪就会现出原形。第二，也是更致命的，历史天量的交屋潮。根据内政部统计，2023年与2024年，台湾核发的建造数量创下了历史新高。这些房子盖3年，什么时候完工？正好就是2026年到2027年。这意味着市场上将会有数以万计的新成屋，像洪水一样涌出来。重点来了，这些买预售屋的人，很多都是抱着赌博的心态。他们赌什么？他们赌交屋前可以换约转手赚价差，想说赚个100万就跑，或者赌交屋时房价会涨，银行建价会变高，我可以全额贷甚至超贷。结果现在央行一巴掌狠狠地打下来。第一，禁止换约。平均地权条例早就把这条路锁死了，你想在交屋前卖掉，门都没有，你必须交屋后才能卖。第二，限贷令与信用管制，这是最致命的一击。你在2024年买了一间2000万的预售屋，预计2026年交屋，你原本心里的算盘是银行贷80%，我自己准备400万头期款，分3年缴，很轻松。结果到了2026年，房子盖好了，你要办房贷了，银行冷冷地跟你说，先生，不好意思，因为央行的管制，或者因为我们水位满了，你这间房子我们只能估价到1800万，而且只能借你50%。算一下这个数学，1800万的50%是900万，但是你买价是2000万啊，这代表你需要准备的现金从原本的400万瞬间变成了1100万，你
你需要在1-2个月内额外变出700万的现金。请问，一个原本只想炒房赚价差，或者是勉强买房的小资族，谁能在一夕之间拿出700万现金？凑不出来怎么办？违约，赔掉你已经缴的15%价金，然后房子被建商收走，或者断头，赶快找地下钱庄借钱交屋，然后挂到市场上流血拍卖。但是别忘了，我们前面说过，市场上已经没有买家了。所以2026年将会是新青安的宽限期压力测试，加上海量预售屋交屋违约潮的开始。到时候市场上会出现一大堆被违约、被法拍的新成屋，供给量瞬间暴增，需求量直接归零。如果真的发生，你觉得房价会发生什么事？它是缓跌，还是像自由落体一样直接崩盘？平民的最后机会。讲到这里，如果你开始冒冷汗了，如果你开始手抖了，那代表你听懂了。接下来我要非常具体的点名，这3种人是最直接被冲击的。如果你在名单上，请你立刻马上想办法自救。第一种人，用新青安炒房的小白，你是那种年薪不到80万，月薪可能只有4-5万，却硬要去买1500万房子的人。你根本付不起本金，你完全是冲着5年宽限期去的。你心里想的是，反正前5年每个月只要缴2万，跟我租房子差不多。5年后房价涨了，我就卖掉，赚价差。我告诉你，5年后甚至不用5年，房市如果真的进入空头，你的房子卖不掉，或者卖掉也不够还贷款。当宽限期一结束，你的本金加利息会从每个月2万，瞬间变成6万。你的薪水只有5万，连缴房贷都不够，你还要吃饭吗？你要喝西北风吗？银行会直接查封你的房子。最惨的情况，你会信用破产，这辈子别想再跟银行打交道。第二种人，杠杆开爆的预售屋投资客，手上同时有好几间预售屋，好像你是房产大亨，不，你是银行的打工仔。你算准了每一间的交屋时间，以为可以用以屋养屋的方式轮流贷款，以为可以转约套利。现在央行的第7波管制直接规定，名下有房者再买房不得有宽限期，而且贷款成数大幅下降。这条规定就是冲着你来的，你的资金链会瞬间断裂。你原本以为只需要准备1间房的头期款，现在变成每一间都要补足巨额的差额。你手上那几间预售屋，现在想转手也没人敢接。你唯一的路就是赔掉几百万的定金，选择违约解约。你这几年炒房赚的钱很有可能一次吐出来，甚至还要倒贴。第3种人，误信买房抗通膨的中产阶级换屋族，这类人最无辜，但也最惨。你不是为了炒房，你是为了给家人更好的生活。你想把旧的小房子换成新的大房子，于是你听了房仲的建议，采取先买后卖的策略。你先买了新房子，想说就房子慢慢卖，价格好一点再脱手。结果现在央行规定你一定要在1年半内卖掉旧房子，否则就要收回新房子的贷款，加收利息。这条限期出售令就是你的催命符。更惨的是，现在市场急动，你的旧房子根本卖不掉，来看房子的人寥寥无几，出价的人一砍就是 20%。 你如果不卖，银行追杀你，新房子贷款要被追回。你如果卖了，你的资产缩水一大截，那是你辛苦工作一辈子的积蓄啊！你原本的小康生活可能会因为这个错误的决策直接跌落到底层。你以为你拥有了，其实你一无所有。听你讲完我都要绝望了。世界末日了吗？那我们该怎么办？各位，深呼吸。这是残酷的现况，但也是一场机会。金融市场永远是零和游戏，有人哭就有人笑。房价崩盘对有房的人，对高杠杆的人是灾难，但对没房的人，对手握现金的人来说，却是20年来最大的一次财富重分配机会。我不希望你们当受害者，我希望你们当赢家。如果你现在手上有现金，
如果你本来想买房但还没买，恭喜你，你现在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。你现在是猎人，那些急着卖房的人是猎物。我有3个具体的建议给你们，听好了。第一，做交易讲究，按图施工。现在图还没画出来，底还没打出来，你急什么？不要相信代销说的现在是低点，建商撑不住的，他们也是借钱盖房子的，利息压力比你还大。现在才刚开始下跌，真正的低点是法拍屋数量暴增的时候，是新闻媒体每天都在报道某某建商倒闭，某某投资客跳楼，银行呆账创新高的时候，那时候才是我们进场捡钻石的时刻。第二，累积现金，准备减失。在未来的2年，当那些断头的投资客急着要现金救命的时候，当他们希望你买他的房子的时候，你可以用7折甚至6折的价格收购他们原本骄傲的资产。你要做那个在战场上打扫战场的秃鹰，而不是冲在前面的炮灰。这段时间远离那些炒房群组，不要被他们的焦虑影响，专注在累积你的子弹现金，等待那个最佳击球点。第三，关注我的频道，这场房市的大逃杀才刚刚揭开序幕，政策随时在变，市场随时在变。我会持续追踪银行的放款水位，追踪法拍屋的数据，追踪建商的财务状况。各位，台湾的房地产神话正在破灭，这不是危言耸听，杠杆开太大，终究是要还的。你要选择当那个被收割的最后一只老鼠，还是要当那个耐心等待最后通吃的猎人？选择权在你手上。如果你认同我的理念，如果你想学会怎么像猎人一样思考，而不像韭菜一样盲从，请你按赞、订阅，并把这部影片分享给你身边那些还想冲进房市的朋友。我是麦门，我们下个影片见。